原来给打火机加个铜丝，它还有这么大的一个作用，很多人都不知道，只是认为打火机是用来点火的。但是呢，把它绑上一个铜丝，它的使用价值呢立马翻倍。今天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呢，把这个铜丝先用个螺丝刀，然后呢，在这头啊，拨出线皮的这一头啊，先在螺丝刀上面缠绕几圈。缠绕的时候呢，稍微让它紧密一些，大概缠个4圈就可以了。好，缠成这样之后，然后把这个取下来。接下来呢，用个钳子给它稍微修复一下。前面这儿也一样，也给它修复一下。然后呢，在这个铜丝上面下边这部分啊，给它缠点胶带，用这个电工胶带给它缠几圈，不需要缠得太长，缠这么多就可以了。然后呢，可以啊，给它多缠几层。OK， 我们来看，缠完之后呢，然后把这个胶带给它先拽断，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把它绑在打火机这边，还是一样啊，用这个胶带给它绑上。绑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就这个打火机火苗这个地方呢，一定要对准这个铜丝这个位置，这样给它绑牢固了。OK， 绑完几圈之后啊，把多余的这点给它剪掉。这边有点长，稍微去点，这样就制作好了。然后呢，我们打着火来试一下，先给它加热，加热个10几秒钟，我们来看一下。差不多了，然后呢，用个焊意丝，我们来看一下，一个非常简单又好用的打火机点老铁就做好了。我们来看，化锡速度也非常快，怎么样啊？然后呢，像家里的充电器啦，或者一些别的电器，上面这个线头断了，我们也可以把它焊上去。我们接着使用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先给它加热。热了之后，然后呢，就很容易能把这个线给它焊上去。好，加热好之后，然后我们来看，我们来看，就这么简单，就焊上去了，是不是？而且焊的也非常的牢固，怎么样啊？打火机加个铜丝，它的作用是不是非常大？家里的电风扇坏掉了，电机不转，像这种情况呢，90%都是上面的电机坏掉了。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先不要着急把这个电机给扔掉。如果直接扔掉的话，就有点太可惜了。其实呢，我们只需要给它简单的处理一下，就能修好它，接着再用。在处理之前呢，我们首先要确定是不是电机的问题。这个判断电机好坏呢也非常简单。首先呢，我们先给电风扇打开开关，然后呢听一下电机上面有没有嗡嗡的声音。如果有嗡嗡的声音啊，就说明电机上面是有电的。有电，电机不转，就说明啊是这个电机坏了。它坏了以后呢，分为3种情况，我们只需要对症下药就可以修好它。首先，第一种呢，我们在检查电机的时候，先用手转一下这个转子，看一下转的沉不沉，转的吃力不吃力。如果转的特别沉的情况下呢，像这种情况呢，就说明啊这个电机卡轴了。原因呢就是啊前后它的轴套上面呢严重缺油引起的卡轴。我们只需要呢把它给拆开，然后呢在轴套上面注点润滑油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啊用这个手转这个转子的时候，非常的轻盈，非常的轻。然后呢，就是当我们开电风扇的时候，电机它就是自己不转。当我们用手拨一下的时候，它自己就启动起来了。像这种情况呢，一般啊都是说明上面这个启动电容有问题了。我们呢只需要换一个启动电容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第3种情况呢，就是我们换了启动电容以后，电机呢还是自己启动不起来。像这种情况呢，就说明啊是电机内部的问题了。我们只需要把它给拆开，然后给它处理一下，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呢，像电机不转的这个启动电容坏的是比较少的，大部分啊都是这个内部的原因。我们只需要把它给拆开来处理。首先呢，我们先把后边这个摇头这一部分给它先拆掉，然后再把这外壳拆掉。
拆开以后呢，首先检查一下这一部分有没有这个温度保险。像以前的电机呢，大部分都有这种温度保险。如果有的情况下呢，检查一下它坏不坏。其实呢，这个温度保险坏的是比较多的。发现坏了以后呢，我们只需要呢把这两个线头给它接在一起就可以了，就不用它了。现在呢，你看一下，很多电机都没有这个东西了，所以说呢，短接在一起也是没问题的。如果像这种没有温度保险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就需要先顺着这个电容这两条线，然后往这边走，找到对应的两个线头来检查一下线头有没有断。像线头烧断的是比较多的，因为这个电风扇现在这个都是铝线圈，铝线圈呢，它工作的时候就发热量比较大。看一下这个蜡管呢都变成这个颜色了，温度高了以后就很容易断，断了以后呢，就相当于这个电风扇上面是没有这个电容的，所以呢它是启动不了的，它也不会转。首先呢，咱们先看一下这个电机。电容的这两条线，一条线是在这个位置，这样呢正好它没有套蜡管，正常呢都是应该套蜡管的。然后另外一条线是在这个蜡管里面。首先先把这个绳子给它拨开，然后这个拨的时候呢，一定要稍微小心一点，慢一点，不要把这个线圈给弄断了。然后轻轻的把这个拨开。好，然后呢，咱们把这个线头给它先弄出来，看一下它这个接头这部分。好，拆出来以后啊，咱们仔细看一下，这条线是启动线圈的线，然后确实已经断了。像这种情况呢，咱们把它再缠在这个接线端子上面，然后呢，用电烙铁给它焊在一起。焊牢固好以后呢，咱们接着还用原来这个蜡管给它再套上，做个绝缘。然后呢，给它来点胶水，502来点胶水，给它固定一下。就这样处理完以后呢，到最后咱们把这个外壳再给它装上。装完之后呢，咱们再把这个电机呢前后拉一拉，然后呢再转一转，让它先活跃一下，看一下比较活跃，这样就可以了。大家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可以在评论区问我，咱们呢一起来共同讨论一下。像我们家里面经常使用的这种电水壶，一年啊都用坏好几个。像这种坏掉的电水壶呢，大家不要扔。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其实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测电笔就能修好它。今天视频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电水壶坏了以后它的所有故障的检查与维修方法。首先电水壶呢一般坏了以后啊，它的问题呢都是不通电。像这种情况，我们首先检查一下这个底盘，看一下有没有问题。检查的时候呢，我们主要就是看一下里面这两个金属弹片有没有弹下去，没有弹上来。如果发现没有弹上来的情况呢，我们找个牙签把它塞到里面去，把这个铜片给它拨上来，就可以解决问题。如果这个铜片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呢，我们就要检查一下上面这条电源线。检查这个电线通断的时候呢，方法也很简单。首先呢，就是一只手啊摸住一个插片，然后呢用了测电笔测一下这两个弹片，看一下这个指灯亮不亮。这个不亮呢就换下一个，这个亮呢就说明啊这条线是导通的。然后再测另外一条，看一下指灯亮不亮，也亮。亮的情况下就说明这个底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检查一下这个电水壶。检查的时候呢，首先先把底壳下边这3个螺丝给它拆掉。拆开壳以后呢，我们首先看一下，上面这两条线呢，它是连接在这个开关的位置。然后呢，我们检查开关好坏呢，首先先把这个开关给它打开的状态，然后呢，我们拔掉一条开关上面的线，然后也是一样，同样的方法，用额手呢摸住这条线，然后呢用了测电笔检查一下另外这条线，看一下上面指灯亮不亮。亮呢就说明啊这个开关它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不亮啊就说明上面这个开关坏了，我们呢给它换个开关就可以解决问题。这个开关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呢，我们下一步呢就需要检查一下上面这个耦合器。其实呢像这个耦合器在维修的过程中它坏的是比较多的，检查它的方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首先呢也是一样啊，先用一只手摸住耦合器上面的这个铜片，然后呢分别测量一下上面这两个圈，看一下这个指灯亮不亮，里边这个不亮，然后再测一下外面这个，外面这个也不亮。然后呢我们再来测量一下耦合器另外这个角，再来测量一下，看一下亮不亮。这个亮是吧？看这个外圈亮，就说明啊这个外圈
和这个角它是导通的，然后这个角不亮，就说明啊，我们看它不亮，不亮呢就说明这个问题呢就是耦合器坏掉了。我们把这耦合器先给它拆下来，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反面，它这个坏的原因呢就是啊，我们仔细看一下，耦合器呢就是这一个角不导通，我们看一下它的原因呢就是这个角啊连接的这边这个触点啊，时间长了以后，我们看啊，它已经烧的变形了，两个触点呢接触不到一起了。像这种情况，我们如果有条件的可以换一个耦合器，如果不换的情况下，也想让它还能接着再用的情况下呢，就需要把这个上面的触点啊给它往下用这个螺丝刀给它撬一下，让这两个触点呢接触在一起就可以了。我们看现在接触到一起了是吧？然后呢我们把它安装起来就可以了。这是电水壶不通电的一个维修方法。如果电水壶通电不加热，像这种情况，首先检查一下发热盘，这个呢就是它的发热管，发热管上面这两条线插头有没有脱落？如果出现有问题的情况呢，给它重新再插上，插紧就可以了。如果插紧完以后还是不加热，像这种情况就说明啊是这个发热管坏了。然后呢把这盖扣上以后，给大家再分享一下这个电水壶在我们不拆壳的情况下怎么快速的判断它的好坏呢？其实的方法也是很简单的。首先呢就是啊看一下上面两个金属弹片是吧？首先现在用手摸住外圈，然后呢用这个测电笔测一下内圈，看它亮不亮。先打个开关，它如果亮就说明电水壶是个好的，如果不亮就说明电水壶是个坏的。我们看已经亮了是吧？亮就说明这电水壶就修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无论家里的报废电脑或者是报废的电饭锅上面的这条电源线不要扔掉，其实呢我们只需要用剪刀从中间给它剪开以后呢，它的使用价值立马翻倍。首先呢我们先找到这个电源线中间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用这个剪刀把它先剪开，剪开之后呢我们分别把这两端给它拨出线头，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电源线，它这个两头呢，这一头是一个3项插头，另外一个呢是品字插头。其实呢这个3项插头在生活当中用处是比较多的，而且这个品字插头呢它在生活当中有一些特殊的功能，有很多朋友不知道。今天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两条线它在生活当中的用处。首先呢我们先把这条线给它拨出线头，像这个电脑上面这个电源线或者电饭锅上面的电源线，它这个内部呢都是有3条线。我们拨开后呢来看一下，这里面看一下有一条棕色，一条蓝色，然后还有一条绿色，也有的是一条黄绿色。像这条线呢就是它的地线，然后这两条呢就是它的零线和火线。然后呢我们分别给它拨出线头，3条线一样都给它拨出来。拨好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先把这个线呢给它像拧麻花一样给它先拧一下，拧好之后然后给它对折一下，3条都一样。对折好以后呢我们首先用这条线可以做什么呢？我们看家里的插排，如果买的插排不带电源线，或者是插排上面的插头坏掉了，我们呢其实就可以用这条线给它接上去。然后呢这个线呢因为它是3条线有地线，所以说接在这个插排上面是非常安全的。它要比一些2线的这个电源线要好用，因为它没有地线，所以说没有它更安全。我们把它接在这个插排上面，使用的时候就非常好用了，是吧？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呢，我们也可以用它来接家里边电器上面这个电源线。首先我们看啊，我这有个电水壶，这个底座啊，上面这个插头呢，我们看啊，已经都烧坏了。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其实呢也可以把这儿给它剪断，然后呢用同样的方法就把这3条线给它接上以后，就可以用这个插头来继续使用这个电水壶了。这个电源线看一下它的内径是非常粗的，所以说使用的时候也非常的安全。然后呢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另外这部分品字插头它在生活当中的用途。首先呢我们也是一样啊，先把这边给它拨出线头，
同样的方法也是一样，把这3根线我们都给它拨出来。拨好线头以后呢，也是按照同样的方法，然后把它拧麻花一样，拧好之后还是一样，把这个头这部分呢给它做个对折。然后呢，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刚才没有注意，现在我们仔细看一下这条绿色的线，其实呢它是一个花颜色的线，中间是有一个黄杠的，这呢就说明它是一个地线。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像这种品字插头，它在生活当中它的一个特殊妙用啊。首先我们还是一样啊，可以先把它接在一个插排上面。打开这个插排盖之后呢，在这样的接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上面的3个接线单子上面都有标注，这儿是一个地线的标注，然后这儿一个 L 一个 N， 在这儿接线的时候一定要接对，不要接错。如果接错了之后，这个是不能使用的。我们把这3条线分别给它接上去，这条花颜色的线接在这个地线上面，然后棕色的线接在 L 上，蓝色的线接在 N 上面，分别给它拧紧螺丝，一定要拧牢固。拧好了之后，然后呢，把上面这个盖子给它扣起来。制作好以后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像这个频子插头呢，它不单单只有这一种作用，其实呢它还有另外一种作用啊，比如家里的电动车充电器是吧？我们看一下上面插在电瓶车上面的这一端呢，也是个频子插头。有一些情况呢，经常给电动车充电的时候，经常插拔的时间长了以后呢，这样就容易出现松动、接触不良。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啊，把它给剪断，把这条线也可以接在这个上面来使用。好，现在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小工具的使用方法。我们首先呢，把它可以插在电动车上面，插上以后呢，我们首先看一下插排上面的指示灯已经亮了，是吧？亮的就说明啊，这上面已经有电了。我们用它可以给电动工具供电，比如这些手电钻都是可以的。我们首先把这个电插头给它插上，然后来测试一下，可以转动是吧？然后呢，我们用它还可以啊，给手机或者是充电宝充电都是非常好用的。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充电宝啊，插上去后呢，上面的指示灯我们看目前没有亮，等一下我们看已经亮了是吧？亮的就说明啊，可以给充电宝充电，而且呢它还可以给手机来充电。手机没有电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啊用这个东西，无论走到哪里呢都可以给它来充电。包括一些电动工具啊，出门在外干活的时候，如果没有220的电源，其实呢我们也可以把它插在这个插排上面来供电来使用。大家感觉还有什么好用的方法，可以在评论区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手机放了很长时间以后不使用，当我们再使用的时候发现不开机了，给它充电呢也充不上电，遇到这种情况呢，先不要着急花钱去修。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自己在家也可以轻松修好它。首先操作第一步呢，我们先把手机上这个卡槽给它取下来，然后呢我们需要拆这个后盖。拆后盖的时候先看一下，有一些手机在它这个充电口两侧有螺丝，就需要把螺丝先拆掉。拆掉螺丝之后，然后呢找一个缝隙，这个角的位置给它插进去以后，这一圈给它划一下，就可以把这后盖拆开，一圈划到位，然后呢我们看这个后盖就可以拆来了。如果像这种手机呢，我们看一下它这个两侧呢也没有螺丝，但是它这后边的盖和这个侧面它是分开的，像这种情况我们拆的时候就拆上盖这部分就可以了，就拆这部分。打开之后呢，我们先把上面这个小塑料盖这几条螺丝给它卸下来。这部手机呢是客户啊，因为把屏幕摔坏了，所以呢放了很长时间没有用。当他想维修的时候呢，发现啊也不开机了。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先给它修好，能正常开机，然后呢再更换屏幕。其实啊，这就是手机的一个通病，长时间不使用呢，很多种情况就出现手机就不开机了，充电也充不上。好，拆掉，然后把上面这个小盖我们给它拆下来。打开之后，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呢这儿有3个排线插口，我们找到中间的这个小的，这个小的呢是连接电池的，我们先把这个电池给它先断掉。无论是什么品牌的手机，或者是一些数码产品，放了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充不上电也不开机的根本原因啊，就是这块电池亏电引起的。现在啊，咱们用网表给大家来测试一下，看一下它现在它的电压是多少伏。
所有品牌手机它的电池插口啊，大部分都是一样的。我们测量的时候呢，就测两侧比较粗的这2个点。我们看一下，现在它的电压是 3.05 伏，现在呢就是只有3伏的电压了，说明啊这个电池已经饿死了。像这种电池呢，一般啊低于 3.5 伏以后，当我们在使用的时候给它充电就充不上了。遇到这种情况呢，就说明啊这个电池已经饿死了，我们呢需要给它强制激活一下才能正常使用。需要的激活工具啊很简单，就是需要找一条啊报废的手机充电线，然后呢把小头一部分剪掉扔掉，只留下 USB 接头这一部分。然后呢拆开以后啊，发现这个里面线呢分为4条，我们啊只留2条就行了，只留下黑色和红色。然后像这个绿色和白色我们不需要，这2条传数据的，给它剪掉就行了，不需要用它。然后呢分别把这2条线拨出线头，拨好线头以后呢，给它先这样拧一下，然后呢为了更好操作一点啊，把这2根线上面分别啊需要接个东西啊，接个稍微硬点的细铁丝之类的东西，这样呢在操作的过程中就会更加简单。在这上面拧个铁丝，然后呢另外一条线上也是一样啊，拧个铁丝，只要是硬的小细的东西就可以啊，给它拧上。拧好之后啊，其实呢就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激活工具就制作好了。然后呢在这头啊可以用到一个就是智能手机上用的，一定要智能手机上用的这种充电头，给它插上。插上之后，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用它来给这块电池啊激活修复了。在激活之前呢，首先先看一下电池上面这条排线，每个电池它的排线上面都有标注它的正负极。首先呢先拉大镜头再看一下，我们看这儿也有标注是吧？然后这个左侧这边一个加号，说明它就是正极；右侧呢一个减号，说明它就是负极。它相对应的就是这个插头这部分，它说明呢就是啊，左侧这个角呢，这个角和这个角时间都是一样的，就说明左侧是正极，然后右侧这儿就是负极，这儿有标注，按照这个标注来激活。这个操作步骤呢，首先先把插头给它插在插排上面，然后呢把这2条线分别给它接触在电池这个插座上面，一定要区分好正负极。就这样接好以后，让它先强制充电个30秒或者1分钟。好，现在大概1分钟了，然后呢我们再来测量一下，看一下它这个电压有没有变化。如果它的电压能充到 3.5 伏以上，其实呢手机就可以开机，手机呢自带的充电器也能就给它充电了。现在是 3.36， 说明这电压还是有点低，也说明它是可以正常充上电的。我们还需要接着按照同样的方法给它再强制充电，再充1分钟，再充一会儿。然后啊我们还是用腕表再测量一下，看它的电压现在是多少伏。 3.73， 说明这个电压可以了。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电池再给它扣上，来测试一下看能不能开机。可以听到震动一声，然后我们看啊手机已经开机了，看来它这个屏幕就是坏了，下一步呢给它换屏幕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当我们的手机啊密码忘记了打不开怎么办？其实呢我们可以把这密码一键给清除掉的。清除密码之前，首先呢我们要把手机啊进入到工厂模式，在工厂模式下面我们就可以清除密码。但是每个手机的品牌不同，它的进入工厂模式也是大概有所不同，不过都是差不多的。我们在进入工厂模式之前呢，我们首先啊要把这个手机给它关机，就是长按关机键，先关机。关完机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它的工厂模式。好，关完机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操作了。进入工厂模式的一般就会分为2种，我们就是来操作手机的侧键这部分。我们先来测试啊，我们可以一个手指按住这个开机键和一个音量减键，要给它同时一下的同时按住。我们先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能不能进入。不要松手啊，看一下能进入不。如果不能进入的情况下，我们就要来换另外一种方式，无非啊就这2种方式。另外一种呢，我们就是音量加键和这个开机键要同时按住，长按不要松手。好，我们看一下，现在就进入到工厂模式了。我们把这2个按键呢要同时松开，
同时松开之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第一选项，它是开机，然后下面是进入这个，下面这个就是进入到工厂的模式，然后下边也有提示操作，是吧？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下面提示操作，按音量加键和减键进行菜单选择，就是我们看啊，音量加键和减键，你看到没有？它都可以来操作的。然后和电源键，它就是确定键，这个电源键呢是确定键。2分钟未操作，它要进行重启，所以说我们要赶紧操作。有的一些手机呢是只能靠侧键来操作，不过也有一些手机也可以点屏幕来操作的。在这儿是不能点的，不能点的情况下，我们就选择这个开机键，它是确认键，点一下就进入了。马上进入工厂模式，进入工厂模式之后，我们就可以一键来清除密码了。我们稍等一会儿。好，已经进到了，我们看一下，它这里里面呢有好几个选项。第一是安装系统软件，就是这个手机系统坏了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在这儿来升级系统。然后下面是消炎系统，这边有清除数据，下面有关机、重启都有的。在这儿我们要选择这个清除数据，先把它打开。然后这有3个选项，第一是清除缓存，第二是还原所有设置，第三是清除所有数据。到这儿呢，我们要选择这个清除所有数据。选最后一项，然后下面有提示，我们看一下，仅清除手机系统空间中的数据，保留音乐、图片和其他数据。我们可以把这个来选择一下这个确定。正在清除数据中，这儿有进度条，要把它走完就行了。这儿已经显示完了，清除成功。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返回。返回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些上面2项也都给它清除一下。到这儿呢，仅清除手机缓存，缓存也给它清理一下。清理完之后呢，手机反应会更快。还原所有设置我们就不用管它了，实际上。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就开始给它返回就行了。返回之后到这儿，我们看一下有个重启，我们点一下重启，让手机重启进入它的系统。在这儿这个开机这个速度啊稍微慢一点，因为这个手机呢已经把密码清除了，清除它的缓存了，全部都搞定了，所以说的开机是比较慢一点的。这是第一次开机，以后呢它就会正常了。开机以后，手机就进到激活界面了，然后把这设置向导操作完就行了，和新买的手机是一样的。我们先选择就这个简体中文，然后点同意。网络我们可以先跳过，全跳过就可以了。好，现在呢手机点一下就可以进入系统，大家看一下，密码已经没有了，是吧？一键清除掉了。剃须刀用过几年以后啊，这个刀片就会变得非常的钝，一点也不锋利了。在使用的时候呢，就容易出现夹胡子，非常的难用。这个时候啊，有很多人呢就是选择更换上面的刀头，或者是更换这个直接买一个新的剃须刀。其实呢没有必要啊。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只需要呢给它简单的处理修复一下，上面的刀片呢就会变得锋利如新，非常的好用。无论是这种旋转式的剃须刀的刀头，还是这种王府式的剃须刀的刀头，它们的处理方法都是一样的。首先呢，在操作之前呢，我们先把这个防护罩给它拿下来，然后呢，把里边的刀片取下来。取下来之后呢，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处理方法。先把这个拿出来，然后呢，这个就是里边的刀片，先把刀片拿出来。这个呢是这个旋转式的刀头。然后像这种王府式的刀头呢，其实也是一样的。把这个盖子给拿开，拿下来以后啊，这边呢就是它的刀片，这个是防护网。然后这个处理方法呢，它们两个都是一样的。首先呢，就是用点这个牙膏，其实牙膏呢它是有研磨功能的，它可以修复刀片。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啊，这个剃须刀呢都是自带研磨功能的，它这个可以自动研磨上面的刀片。其实呢，新的时候啊，它的是研磨功能是非常好用的。但是呢，用的时间久了以后呢，上面这个刀片和这个防护网中间它是有间隙了，间隙变得大了以后呢，它自带的研磨功能都不好用了。无论是旋转式的还是这种往复式的都是一样。时间长了以后呢，它们两个之间就这个间隙变得大了以后，它就研磨不到了。所以呢，我们要用掉这个牙膏，给它辅助的再增加一下它的研磨功能。它们处理方法一样啊。首先呢，就是在这个刀片上面给它挤点牙膏，就这样挤完以后，然后呢，把这个罩子给它扣起来。像这种呢，就是把它也是一样，把它挤在这个
过滤网上就可以。你看挤到这儿以后，然后呢，把这个刀片给它再放上，放上以后，然后给它们再安装起来。装好以后，你看啊，就开始启动这个剃须刀就行了。让它呢先这样空转大概2分钟，这样呢就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研磨的效果。我们来看，现在这个牙膏已经变颜色了，是吧？正在研磨的过程当中。先让它研磨大概2分钟左右。我们再来看一下上面这个刀片它的变化啊。好，你看呢，现在2分钟时间已经到了，然后把它关闭，关掉之后，把这个防护网给它再拿下来，然后呢，弄点水给它清理干净，把这个放到这个里面。这边呢，把这个刀头给它先拆下来，拆下来呢，就是清洗的时候会更容易一些。接下来呢，找一个废旧的牙刷，给它清洗干净。这个防护网给它再清理一下，清理干净以后呢，把这个刀片，然后再给它安装起来。你看一下，非常的干净，然后这个刀片呢也非常的亮，非常的锋利。最后呢，把这个上面的保护网再给它安装起来，听一下效果。你看，这样呢就比较锋利，非常好用了。这个剃须刀这样处理完以后啊，其实和新的剃须刀它的效果都是一样的，非常的好用。